大家中午好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025年1月12日11点56分，这里是交易修行成长驿站，本频道所有言论都将构成您的投资建议。那好，我们继续回到比特币盘面，目前看的是 Coinbase 基准1小时线的 K 线图啊。上一期视频我们也是做多单，然后后来移动止损离场了啊。然后昨天目前的这个行情来看的话，我又重新开了一个多单，然后止损位放在这个位置啊。那实际上止损位可以不用放在这儿，更宽泛一些啊，但是这样的话距离有点远，所以我们止损位放在这儿，然后等它踩下沿或者是不踩下沿直接上去的可能性都有，所以说目前就是多单状态。然后做多单的理由呢，一个是相对强弱指数 RSI 这个已经连续给了里贝离，然后还有 MACD 穿零轴上去以后回零轴，它可能会给个零轴的反弹啊。这个反弹如果要是成立的话，在别的时间级别看也有可能回零轴啊，4小时。日线也是一样的啊，日线回零轴反弹，再回零轴纠缠，它有可能再来一次啊，或者是掉下来掉到这边，然后再有一个反弹的可能。所以大的趋势来看没有变化，只是这个阶段性的调整，它要调整到什么位置。所以我们说这段时间都是比较熬人的行情，波动形态上来看也有可能再上来一次再回跌一次，这种可能性挺大。所以我们还是做好止损。这个区域你如果连续没有太好的收益率，都是止损离场或者是小部分的这个利润移动止损离场都无所谓啊，这个不是赚钱的行情，因为波动特别小。像这边还好，我们要的是什么？这段时间不好局，然后要这个大的行情，所以止损是这个范围，一旦有了是这样的收益率，所以一定要沉住气，不能着急啊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以太坊基本也是一样的啊，没有太多区别。但是以太坊之前的前高，这次如果这个位置站住了，再往上走多少就不好说了啊，还是相对比较看好。A 股破位了啊，破位了以后，今天是周日，周一不太看好。还有这个 A 股可以看过去的这个 K 线，历史以往的 K 线，一旦它拐头向下的时候，速度是非常快的，很快就给你跌了下来。这次24年11期间上来的这一波1周左右时间就上来的这一波行情，上的比较急，那跌的恐怕也会很急啊，很着急。所以像这种 A 股这种市场，我认为是资本市场全球资本市场当中最难的一个市场，最难操盘的一个市场。所以希望小韭菜们，所谓大小老股民们，尽量远离这个市场，太难了。黄金如果它这个三角震荡要是结束了的话，它会继续向上啊。我们画一下趋势线，
B C D E， 差不多应该是结束了。所以说，如果做合约期货的下方止损，做合约期货的话啊，下方设止损，也就是这个位置，在2650下方做一个止损，然后做多单啊，往上看到多少，超过这个点啊，2800点超过。白银也是比较不错啊，所以整体看，虽然全球各种政治局势还是各方面的经济所谓的不太好，这些都没法量化，也没有直接能够简单逻辑推导因果论，然后这后市就看好，后市就不看好，这种说法都是扯淡啊，没有用。还不如怎么样，化繁为简，看 K 线，整体的数据是看我们洞察整个市场、资本市场的，包括大众心理的这种希望情绪值，根据这个去推未来的可能。还有一个就是美联储加息，但凡它继续加息，这种情况下就更容易把市场推高啊。如果市场环境变化了，美联储开始降息，那就要开始警惕。它不是加息就一定后市就不好，或者是加息了后市一定就好，没有这样简单的因果关系。大部分都是以非常标签化、简单的逻辑去推导这个市场，所以怎么样了呢？大部分还是亏钱啊。所以说，希望大家沉住气，今年能有一个不同的、不一样的交易，然后能够把控好自己的心态，管理好自己的账户。希望大家交易顺利，多多赚钱。我们下期再见。